我把游戏商城氪爆，成为了游戏里的第一神炮，这么氪金也太难了，不能一次出个500万的礼包。我叫江晨，是蓝星的一名富二代，有妹有房，父母双亡，账户里可怜的只剩下几千个小目标。可命运无常，我身患绝症，只剩下3个月不到的生命。我最后的心愿就是完成这款游戏《神域幻境》中至今无人实现的成就。过了，拿到全游戏独一无二的成就，氪金如此。哥，你又通宵打电动啦？你呀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哦。没有，我这刚起来，突然好困啊！哥哥，这是哪儿？我刚才不是还在屋里打游戏？身体好重。咦，勇者大人，你醒了。勇者大人，该拯救艾拉大陆了呀！这令人肝疼的声音，好熟悉。你是谁？杂鱼哥哥这都会忘，明明和人家经历过那么多羁绊。等等，这场景毫无疑问就是我玩的游戏《神域幻境》。这个小鬼特别像那个不知吞了我多少精力的坑爹强化商人。难道我玩出幻觉了？这不是幻觉哦，不信的话，杂鱼哥哥可以试试。很疼，所以这都是真的。看来我是穿越了。清晨，给我出来！今天老子就要带走你妹妹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沈文豪，我哥重病在身，你不准打扰他。露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咱们家呀，哥，我当然在这儿。不对劲儿，就连这个沈万豪也是我认识的人，我不是穿越了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杂鱼哥哥在蓝星其实已经嗝屁了，但你是唯一达成游戏隐藏成就的人，所以系统奖励你在游戏里再活一次。可杂鱼哥哥充的实在是太多了，身体承受不住，所以暴毙而亡。什么？我游戏充值太多，把自己身体给充死了？江晨，我要江路成为我的女人，你要么同意，要么我杀了你，然后带走江路，你选吧。现在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伯父还是能给你一些福利的。还决定不了吗？那我就帮你选吧。你眼瞎，看不见我正烦吗？什么？他竟然能扛下我这一拳？哼，你按游戏等级来算，也就是一个转拳师。那小鬼给我的这件金鳞甲，3转以下职业都无法破防。人家叫福福。还敢反抗？都给我进来！是。既然你选择找死，今天就灭你江家满门。NPC 也好，真人也罢，今天就让你们看什么叫做氪金大佬。人气灭生涯5阶。少爷、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连梦怡也在这儿。梦怡，你受伤了？不是沈万豪那狗东西，幸好你们没事，不然我该怎么办呀？没事就好。哥，沈家损失了这么多人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得早做准备。少爷，你现在是什么实力？我这个游戏里每个职业都可以晋升，从见习到专业、精英、卓绝等等。比如沈万豪，也就是个专业级。至于我嘛，见习以下，入门级。什么？嘿嘿，你看我顶着新手标志吗？小姐，你赶紧和少爷离开这儿吧，由我来阻挡沈家一段时间。不用紧张，梦怡，我的装备和技术足够对付他们。可是，对了，还有些东西要给你们。这本神域体书是给梦怡的。我看到书就头疼。这本我会努力学习的，不能总是依靠哥哥和梦怡。等等，这是什么书啊？神域魅惑术啊！你让我念这个？作为亲哥，我当然不希望露露学这个。可是情况危急，学不学的，至少你了解一下，关键时刻能保命就行了。少爷，
这本教体术的书真的有用，我试了试，一个呼吸之间的效果，就比我修炼1天都强啊！系统给的东西果然不差，就是太抠门了点，全都只有第1章。小玉婆婆未免也太心急了，下面的内容等你晋升之后再获取吧。一根肝，一包饵，一钓就是一整天。我说你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我一个见习小萌新，为什么进阶材料要用到精灵王的肝这种东西？那不是4阶材料吗？没办法，谁让大哥哥你身具10种职业呢？难度当然不一样。哼，还好我早就通关了这些支线成就，方法早就烂熟于心。首先撒下大量鱼饵，喂饱普通鱼，再投入特制鱼饵，就能引来精灵王。你瞧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出来吧，精灵王！哎，你谁？小女子塞娜，多谢恩公相救。我没救你啊，我钓鱼来着。我被仇家困在出云湖里，多亏恩公的鱼饵，让我恢复了精力，得以解开束缚。这样啊，所以你吃了我的鱼饵？正是如此。那你说吧，怎么补偿我？你是把鱼饵还我，还是帮我把精灵王抓上？对不起，恩公，塞娜现在回到湖里会有危险，饵料也已经……但我保证，今日恩情，塞娜绝不会忘，来日一定还与恩公。简单说就是白嫖呗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挥杆的速度。公竟然如此不图回报，我已在恩公身上留下印记，以后凭这个就能找到你了。我靠，你干嘛？劫财不够还要劫色？离开之前，小女子还有一事相求。又怎么了？人家……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恩公，能否帮忙找一件能遮盖的东西？多谢恩公，这样我就能在陆地上待一段时间了。还好我包里有新手衣服。恩公，还请稍等一段时日，塞娜一定会来找您的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哎，我的精灵王怎么办呢？鱼饵都没了，还得另想办法。二伯，这可怎么办？星宇，你快跑吧！明明是北极山外围，怎么会有3级冷药？看来今天难逃一死了。哎呦，这狗还挺大的，也不知是什么品种，带回去看家应该不错。嘿，唐飞，难道是4阶高手？不对，他是在自由落体，难道是趁干自杀？星宇，快走！就当是他给咱们拖延时间了。是，回头给他立个碑吧，也算是我们的恩人。果然还是太高了，脚好麻。什么？小兄弟，你没事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脚麻。那个家伙也没事。北界山有只万兽之王，我忘了位置，你带我过去，听见没？还装死？我可要继续打了。你是让我骑上来？那2位回见，我有事先走一步了。阿伯，那人他……咱们是遇见高人了。当要说一个见习区的人类要见本王，万兽之王皮艾萨，5阶神兽，能统治各种飞禽走兽。算你对本王还有敬意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也算是猫客吧？帮我抓条鱼怎样？你说什么？我再问一次，你来向本王求助，就是让我帮你抓鱼。你最近是不是上火了？嘴里味太冲了。你是来挑衅的吧？那我就成全你。原来在这儿，苍气拳破。阴险的人类，原来你在隐藏实力。好，那就准备迎接我的怒火吧。就跟你说上火了，你看牙根都传来了，帮你打下来了，现在轻松多了吧？
我的家，我好像真的不疼了。不行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别搞这些虚伪的东西。哎，都说了让你帮我抓精灵王，你非不信。现在我都帮你拔掉蛀牙了，你也该礼尚往来，帮帮我了吧？那好吧，我便陪你走一趟。精灵王在出云湖，走这边是近路。好嘞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就能到出云湖了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条路呢？算了，走走看吧。你们，嘿，什么东西？人类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如果是上古阵法，虽然是蔓延出残余威力，但对付你却足够。如果你还不讲实话，被困在这儿喂虫子吧。哎，真是给你讲不通。夫妇，我有个小号是满级法师，能对付这个吧？我可以帮你切换职业啊，但对应的你能属性会下降。现在这些武器也都用不了了呀。怎么还这么多限制？所以咱一个个要努力升级嘛，得全面发展才行。不管了，就让你切换。阵法根据攻手的侧重不同，有削弱对手、增强警报、控制幻境，甚至改变规则的效果。但无论什么阵法，都有最中心的阵营，只要将其破坏，阵法就能彻底瓦解。看来就在那儿。给我破！有什么东西？哇，脑壳都要被震碎了。不过还是要多谢英雄将我救出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啊，你认识？难道是你仇人？哭个屁的丧！你老娘我还没死呢！母亲，儿子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母亲？英雄，小女子名叫迦楼罗，旁边那个是我的傻儿子。迦楼罗，神域幻境中传说的4大神兽之一。哎呦，什么神兽？人家都被封印几百年了，没想到人间还传着这样的虚名。若不是英雄救我，我都要老死在林子里了。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会被封印？年老色衰，实力下降，又得罪了些不该得罪的人。哎，算了，没什么好提的。倒是英雄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谁让你动了？母亲饶命啊！原来是你这蠢东西干的好事。英雄要是愿意，我将他骨头抽出来给您熬汤。那就不用了，我还要他帮我抓精灵王呢。英雄，还有什么云要抓？你只要吩咐，整个出云湖这小子都能帮你捞空。有这个鱼竿就够了。英雄可还有其他需要？咱们就算两清了，我得走了。常联系啊，英雄，以后有事尽管招呼。母亲，有必要对这人类这么恭敬吗？全力一战，我未必会输，更别提如果是您的巅峰期。儿子，你看不出来他只是1阶人类，1阶就这么恐怖，以他的成长速度，超过你我指日可待。所以我会赌他会成为我们的助力，无之一族的堕天之翼终会重现于那片天空。先生，你要的晶石共计7200索米，本店接受索米币、金币，请问怎么支付呢？这么点晶石，要这么多钱？没钱，我，没钱就给我滚出去，浪费我时间。唉，早知道带些钱过来了。先是让我生吞精灵王的肝，现在还有3块闪晶石，3块透晶石，1块圣晶石。你是想让我都吃了生猴子吗？系统规定的嘛，找福福也没用。瑞塔大人，能为我占卜一下吗？这不能，你不是有缘人。嘿嘿，您别那么快下决定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刚才我看走眼了，你就是有缘人。想占卜哪方面，请讲吧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占卜术，这倒是个来钱的好路子。占卜，童叟无欺。有人想占一卦吗？走过路过都可以试试。我说，这么大张旗鼓，你是要和人家抢生意吗？
哦，那倒不是，我看你是给有缘人占卜，我这个不用，谁都可以。哼，这样会坏了规矩，姐姐我不太喜欢哦。不如我们比试一番，赌上占卜师的尊严，赢的人留在这，输的自觉退出，怎么样？占卜师的尊严啊，这种东西我本来也没有，不过我缺钱，所以就答应你了。哼，一言为定。温提尔街第一次占卜师比试正式开始。第一题，下一个经过路口的人衣服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黄色。答案即将揭晓。2个人都对了。哼，是我心急了，下一题不会失误的。第二题，下一个经过路口的人是什么发型？短发。夫子。啊？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哪边不对吧。最后一题决胜负，现在到傍晚前的天气预测。晴空万里。不对，会暴雨倾盆。怎么可能？输了。没错，获胜者江晨。哈哈，毕竟我占星师的满级小号可不是白刷的。与普通占卜师不同，占星师是更高级的隐藏职业，通过星象预知占卜，甚至能借助星象之力改变天气。所以福福才会特意问天气问题。杂玉哥哥，没有福福，你可怎么办啊？愿赌服输，我不会出现在这条街了。这些东西就留给你吧。啊，还有这种好事？我千索米。要钱的啊！那怎么办？失败的占卜师总得攒点钱转行吧。我最多只出2000索米。成交。这是胜者的奖励，师傅。哎呀，想要你弟子去房间传授占卜术什么的，师傅你好坏啊！谁说这话了？而且我也没答应当你师傅吧？那就再见了，祝你好运。总觉得这女人不太对劲。就是他！啊！这骗子占卜师，给我围起来！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们是来找那个女人的。瑞塔1周前来到这里，她展示了一番实力，很快就被我家普洛大人看上。我替大人向瑞塔支付了一大笔定金，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一件事。但瑞塔收了定金，又说这事儿太难，得等他师傅来。现在他不见了，说该怎么办？那你们去找他师傅啊，关我什么事？等等，师傅，你该不会认为他师傅是……不就是你吗？刚才都有人听见了。你被那个女人耍了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把定金吐出来，要么去解决普洛大人的难题。啊，福福，这种时候应该只有一种选择吧？那当然。福福先走啦。哎，你怎么还抢跑呢？拦住他们！虽然现在的身体能力只有占星师水平，那也不是你们这群喽啰能碰瓷的。我的脚！不会吧？真的这么脆弱啊？不行，忍痛也得跑。高人啊！介绍一下，我是出云镇商会会长林怀。高人，若非你那天搭救，我们恐怕早死在北界山了。是的，谢谢高人搭救。原来是那天那2人，不用叫什么高人，我叫江晨。事情原委大家都知道了，几个队长，这是误会一场。不管是不是误会，今天都得把人带回去。是吗？林会长，为了一个外人，你至于？不过我也可以提一个折中的办法，
高人，你能去普洛家里帮他解忧吗？当然，我想普洛大人也不会少了您的佣金的。有钱赚的话，我可以去看看。普洛大人，人带到了。给我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你吗？嗯，所以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这家伙肚子好大呀！我家大人她怀孕了。啥？怀孕？你是哪位这么凶残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我这副样子是因为宅子里有邪灵作祟。邪灵？难怪会叫我来。占卜师除了占卜，也能给人驱邪避害。爸爸，你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弟弟已经不在了，我不想爸爸也出事儿。这是我收养的孩子，如果我倒了，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。煽情戏就免了吧，告诉我邪灵在哪儿。邪灵就在这下面。普洛大人为了确保除魔成功，紧急请来了灵国有名的大师，所以你只需要在旁助力就行。放心，该有的报酬都会给你的。咦，在密闭空间玩火，也不怕二氧化碳中毒？哇，这下好多了。是谁在乱来？影响了我除灵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巴大师，这是我们找来的助理，辅助您一起驱除恶灵。让他边待着去吧！啊，喂，这种邪灵，我师傅一个人就够了。随便了，反正给我钱就行。哼，正十字，耶！区区邪灵，受死吧！这么大的威力，邪灵恐怕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哪来的人类，竟敢打搅我！什么？还不认命？再加一把力！就这，拿命来吧！可恶，这么难缠！让你师傅收手吧，再拖下去还有没命的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师傅是谁吗？师傅！唉，八大失败了。圣十字对吧？应该是这么结来着。你竟然不要逞能，这我的阵法能护住一阵，快逃！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不行。出！竟会射十字！说话就说话，我什么唾沫星子，不讲卫生。能驱使4具圣十字，你确实不简单。我用了全力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打了，你欺负人！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说吧，为什么要让普罗怀上邪婴？冤枉啊，大师！我只是在帮他而已。前些日子，一个小男孩的幽魂飘到这儿，他是死于非命，最后的愿望是想陪陪父亲，也就是普洛。当时要是不帮他，他很快就要消散了，所以我才将他化为魂胎，附在普洛身上。可那是邪婴，你就不怕害死普洛？是我考虑不周了，但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没来上无辜啊。他身上确实没有人类血气，看来不是骗人。好吧，那就留你一命。谢谢大师。呵呵，托比，原来是我的小托比吗？爸爸真的好舍不得你。但让他继续吸收你的灵力，你会死的。我先帮你除了吧。江大师，托比一定是有话想说，才这么执着。你能帮我查查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吗？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还有要紧事要干呢。
我可怜的小托比，明明纳梅尔大人说过，他会是圣经石的驾驭者。圣经石？那你倒是可以细说一下。江大哥，这是你要的闪晶石和透晶石，总价2700索米，还有3000金币是青羽和二伯的谢礼。2700，之前那个奸商买了我7200。商人逐利也是常事，但江大哥放心，以后你有什么需求就告诉青羽，我绝不会让你吃1索米的亏。江大哥，你一定要再回来啊！我答应你。青羽呀，喜欢怎么不把他留下？江大哥注定是要四处闯荡的人，我要努力工作，把我们的商业版图发展到整片大陆，要做就做他背后的靠山。到隔壁小镇还有段路，今晚就在这儿休息吧。话说，怎么感觉房间冷飕飕的？大师，又见面了，需要客房服务吗？啊？哼，犯得着吗？难得人家还特意准备一番。小姐，我的房间需要服务，不如你到这边来。好啊！我呀！别搞事，你给我进来！说吧，缠着我干嘛？唉，说来话长，我叫薇薇安，生前被歹人相逼，为了清白，不得已自尽。长话短说。好吧，人家是想重塑肉身，希望大师能出手相助。重塑身躯至少得是5阶占卜师，但我现在只是一个1阶萌新。1阶？你只有1阶，就能压制的我还不了手？对，我相信主人一定能很快晋升4阶，我愿意将魂石交给主人掌控。你明白吗？把神石给我，就意味着你的生死都由我决定。当然明白，我这点决心还是有的。那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达到4阶，就帮你重塑肉身。谢谢主人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我知道了。你脱衣服干什么？我是说让你去帮忙看着点我家，我怕沈家会有什么动作，可以吗？小薇。小薇？这就是普洛说的地方。就他画的这地图，谁看得懂啊？我叫沃尔纳尔，今年33岁，家在东北部的庄园。我要不要找他们问下路？我叫蒂娜，平常喜欢唱歌和看戏剧，不知沃尔纳尔先生喜欢什么？我嘛，我当然是喜欢这双手了，好想快点把它据为己有啊！刚刚那股压力是怎么回事？算了，人家看起来在相亲呢，还是不要打搅了。那股强大又诡异的压力完全包裹着我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请问你刚刚盯着我看了吧？啊，这家伙该不会是因为相亲黄了，要找我麻烦吧？哈，刚刚我只是想问路，希望没打扰到你们。哼，问路这么蹩脚的理由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哼，普通的过路人能做到这种程度吗？哎，怎么比原来威力大了？你是猎影的人吧？想抓我对不对？难怪京师推测我今天有劫难。沃尔纳尔先生，发生了什么？这位朋友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喜欢女孩子的手有什么不对？啊？非是喜欢到想砍下来而已，这可是我珍贵的藏品。变态！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不是大哥，谁问你的？不都你自己说出来的吗？你，金鳞甲。这就完了？啊，碎碎的耶！还是快埋了吧，别吓到路人。这位小姐，你可给我作证啊！我可没动他，他是自己撞上来的。啊！谢谢你救了我。
我为什么总是遇上这种烂男人？上周还有个男人想把我的心脏移植给他女儿，还好被一位女士识破。算了，这就是纳梅尔的庄园。谢谢你带我过来啊。哇，门卫都这么有气势，看来这个纳梅尔来头不小啊。这样太显眼了，所以不如先隐藏起来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位徒弟吗？那个骗子女人！年龄相仿，发色一致，是他！拿下！是。喂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，纳梅尔终于被我们抓到了，等着接受审判吧！你们认错人了吧？不用装了，纳梅尔和多起儿童失踪案有关，你现在人赃并获。儿童？儿童？谁？来吧，孩子，现在你安全了。拉萨大惩戒！你才儿童呢！你见过身材这么好的儿童吗？哇，好可爱！别想跑，还有我呢。我最喜欢听犯人在我拳头下肝脏破裂的声音。这是为你好，省得你跟那人一样，自己撞上来炸成烟花。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子。原来是一场误会啊，师傅。先还钱，其他免谈。真是抱歉，刚才是我们冲动了。我叫雷托，是这次猎鹰小队的负责人。这次的抓捕目标纳梅尔，是乌普索公爵领辖地的神职人员。很多证据表明，他涉嫌多起儿童失踪案件，其中一位受害者与这位女士的特征十分类似，所以才引起误会。刚才看您身手不凡，不知阁下可否出手相助？如果真如你们所说，我倒是也可以帮忙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咱们就进去探查一番吧。说起来，我们的事还没解决吧？人则是想让你过来，所以使了点小伎俩嘛。占星师大人，反正普洛那个大胖子也不会有事，对吗？你都知道啊？当然了，我可是占卜师哦。虽然输给了师傅，但瑞塔的技艺还是很厉害的，各方面都是。等会儿去拿圣经时，该赔给我的那份不准少。是被纳梅尔囚禁的女孩。小小的女士，不用再哭了，你得救了。不好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快跑啊！你这呆子！是血腥傀儡，李昂，快动手！可她看起来就是个小女孩。糟了！应该没做错吧？幸亏阁下出手，果然是这种写法。我们再往里找找看。看来这里是资料室。纳梅尔，或许跟几十年前的邪能军团使徒莫雷有关系。邪能军团使徒？他用人命将圣晶石转化为血晶石，以此来增长自己的力量。在他手下，艾拉大陆数十万人惨遭屠戮。据说20年前，莫雷只身对抗帝国十字军联盟，杀了一位统帅，随后销声匿迹。这里记录着他找到了更高效的转化媒介，就是用小孩子是吧？这个柜子好像是放重要的东西的，咱们要不要也检查一下？如果真的和莫雷有关，咱们最好赶紧撤退。掌握了邪法的家伙，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是人是鬼，打开看看就是了。是莫雷，是莫雷，没错了。那家伙嗜好收藏人手，残忍无比。原来他伪装成纳梅尔，生活在我们之间。阁下，咱们必须马上撤退，这件事非同小可。
那个，其实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是他吗？肯定是他。20年前这家伙的画像贴满整个王国，不可能是别人。请问阁下是怎么知道莫雷的尸体埋在这儿的？其实我们发生了点小摩擦，他自己撞到我身上，就啪一下没了。啪一下就没了？圣经是全归我。您不只救了我们，还拯救了北方帝国无数家庭，这些报酬不足为贵。已获取关键道具圣经石，东西倒是真的。放心，师傅，徒弟的小小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那你还欠我一笔账呢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嫌弃东边有头毛驴等着我去助产，下次再见。好的倒挺快。阁下，我们先回去上报了。一旦纳梅尔的身份核实，烈影会再次给您提供奖励。好，多谢。你就是江晨吗？我是江晨，怎么了？我是本地治安官怀恩。据了解，你涉嫌一起杀人事件。2小时前，蒂娜女士惨死于东郊密林，心脏被剖。有人证称你是最后和她见面的人。市场中还有个男人想把我心脏移植给他女儿。蒂娜，她到底还是没逃过吗？请接受调查。那个时间段，我和另的人在一起，反正你们很熟，去和他们核实吧。猎影不过是民间组织，治安官直属于帝国中央枢密处，请不要混为一谈。我管你谁跟谁，总之不是我干的，没空配合你们。怎么身体突然好轻？被我盯上的犯人，绝不可能逃脱。他怎么做到的？现在我以涉嫌杀人、破坏公共秩序罪逮捕你，还有流氓罪。还不肯说吗？都说了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找错人了。既然你这么嘴硬，我就陪你玩玩。不然好重。跪下来，对我臣服。原来是念力，它改变了我的重量，怪不得之前能轻易把我掀翻。你还不跪下，膝盖会因为受不了重量而碎掉哟。怀恩，好了，你可以走，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调教你。是吗？我也很期待。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，难道他看穿了我的手段，还施加到了我的身上？竟然被犯人控制了，这是何等屈辱！到底是谁保释了那家伙？那可是我们重要的赞助商，惹不起。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，真言判定终于完成了。这个证人撒了谎，他根本没目击到江晨杀人。就因为你这家伙，我才会蒙羞。那么，我们就来一场令人愉悦的审判吧。江大哥，你总算出来了。青雨，原来是你和治安官交涉的，多谢了。不算什么的，江大哥，我正有急事找你。北方小镇过来的商人说，那边开战了。开战？是沈家对江家开战，小镇已经封锁了。这帮家伙，这是商会里最快的马。江大哥，你快起身赶路吧。谢谢你，青雨。对了，替我告诉普罗，他收养的那个孩子可以安息了。好。我终于帮上江大哥的忙了。这种杂鱼哥哥到底哪里值得这么伤心了？等等我呀，我还没上马。总算等到了今天这个机会。不枉我兵分3路，步步为营。一方面，我派人设计拖住了江晨，那个有点战力的肥婆也被我用3倍人马堵在了山腰。最后的江家残余势力被围困在这儿，等我的支援一到，就能一举灭了。战力都不怎么样嘛，就这群人也想对主人出手。不过现在是白天，拖到夜里，
我就能一击全秒。先歇会儿吧。等等，这股气息，有很强的人在接近。难道现在来的才是主人的大敌？不会错，力量的气息就是从那边来的。红月见效。又是谁？他还有援军？援军到了，你们束手就擒吧！我沈家前辈果然还是有面子，无暇灵军派来的这援军也实力不凡。哎，可恶，江家要守不住了。我那一击之下，气息还没消失。臭死我了！你们这些邪灵就知道偷袭！我当是什么？原来是只大猫。闭嘴！老子是百兽王！管你是什么！来战！还有高手？难道灵军派了不止一人？两位不要再打了，快请来捉我！你想干嘛？两位可是无暇灵军派来的，覆灭江家事不宜迟，还请随我迅速行动。无暇灵军覆灭江家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那就先解决你！你不是能飞吗？干嘛还要坐上来？消耗体力嘛。悲泣女王还年幼呢。悲泣女王是谁？什么呀？你听错了，夫妇什么也没说。什么东西？落地姿势真难看。好恶心，都影响我等会儿吃卧灵果了。你表什么？超速撞死了人家的马，还说这？还不是因为你们跑太慢，跟蜗牛一样。和本大爷一样，跑快点不就完事儿了？反正我的马死了，我还急着赶路呢，你得赔我一匹。知道了，赔你。但是本大爷现在没时间，等我摘完卧灵果就给你安排。那可是10年一成熟的卧灵果，今天正是日子，什么事儿都得排后面。招了事还想逃逸？什么东西？你这家伙的交规得再学一遍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不是人类吗？怎么可能追上我的？既然你这么会跑，今天你就当我的马送我回去，这事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马？本大爷可是麒麟一族神兽。你不愿意？愿意，我愿意。两位大能，别打了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刺激的！这走！你把这些渣子也一起吧！红月见效！我们无冤无仇，为何出手伤我？沈家和无暇灵军可是关系不浅。沈岩，你这老贼也有今天。你也是来找茬的。告诉你，江辰，我们是不会交出来的。恩叔祖在上，请受晚辈一拜。什么玩意儿？江辰是我母亲的恩人，所以是我的长辈。老伯，您是江辰的叔父，所以我叫恩叔祖，没错吧？没想到你之异兽还会分人类这些辈分。都是我母亲教的。我叫薇薇安，江辰主人派过来守护江家。嘿嘿嘿，原来是自己人，怎么不早说？谁让你鬼鬼祟祟的藏在那儿？我哪知道是敌是友？主人，这个嘛，其实人家和主人缔结了亲密关系了。江辰这年轻人也真是的，娶妻大事也不和长辈商量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给你明媒正娶。叔父你真好。惩罚一下你造谣而已，不服气？服气服气。
我不过说了亲密契约关系嘛，也没乱说。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称呼？叔父，家里还好吗？多亏这2位出手，所幸没出大事儿。成王败寇，我输给了你们，你妹妹那边又何尝不是呢？陆总，露露和梦怡如果有半点差池，我绝对让你100倍偿还。这半山我可是配置了3倍精锐，那2个女人怎么可能抵挡得住？现在赶过去，也就来得及给他们收尸。找到了，他们就在下面。啊！我不想再受这种屈辱了，女动手吧！你愿意为我去死吗？我的女王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快呀，杀了我！与其中了那玩意的魅惑，我宁愿死。唉，那好吧。啊，谢谢你让我解脱。露露，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刚才好可怕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从刚才来看，害怕的另有其人。不是沈家精锐吗？我如此不堪一击。长老，你有所不知，那2个女人超乎想象的强啊！那个女人的拳头，诡异至极，碰到谁就灰飞烟灭。另一个女人更可怕，别说对视了，就算听到声音、闻到气息，也会马上被控制。沈长老，你还真赶上给他们收尸了。江辰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以后绝不再来了，就算看在无暇灵君的面子。我还想再问问你啊，你倒是手快。本叔，这老东西太烦了，我忍不了了。那个，我能走了吗？哦，对，还有你，要不要签个长期协议什么的，包吃包住，耐心休假？啥？就是让我饿死，从这跳下去，我也不会再来这里。可惜了，真是个好坐骑呢。说起来，我好像记得无暇灵君这个名字，他不是极寒魔帝高级副本 BOSS 神域幻境第1大孝子吗？我记得他亲手嘎了自己老爹。没有啊，他爹洛顿国王还活着呢。哦，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游戏背景变了，另一种……总算回来了。本大爷得赶快去吃卧灵果才行。这是中毒了。卧灵果被人动了手脚，可为什么要对果树下毒啊？对了，平常都是我来吃这些果子，今天碰巧被那家伙带走，否则倒在这儿的就是我了。对方是冲着麒麟一族来的，跑必须先做就跑。无暇灵君，为什么你不派人支援？不是答应我了吗？我刚收到传言，沈家最后一人血战致死。哦，是你搞错了。我说知道，并不是答应帮你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小事不要来打扰我。现在听明白了吗？对不起，灵君，沈家覆灭，是我一时太激动了，还望不要怪罪。当年我领兵路过北方小镇，士兵都要饿死，是你提供了一饭之恩，这点我至今记得。灵君仁义，灵君仁义。所以现在我会帮你。灵君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沈家只剩你一人了，想必你活着也没意思。我帮你下去陪他们。灵君，灵君饶命啊！不要啊！抬下去，再放这种人进来，下场和他一样。明白了，灵君。霍格，你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抓一只人鱼和麒麟有这么难吗？对不起，灵君。虽然计划出了点差错，但我已经发现了重要线索。这个人当天在出云湖捣乱，或许是他帮塞纳逃出去的。
在捕捉麒麟的现场，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灵力，或许是同一人所为。难道是那个老家伙派来捣乱的？再想也无济于事，邪能军团肆虐大陆就在眼前，必须拿到关键的样本。那件事该着手安排了。至于这个蝼蚁，杀了他，那是自然，不止这个江辰，还有他相关的一切都会付出代价。哇，这里的地图和游戏里有很多不同啊！如果我没猜错，现在的时间是神域幻境里玩家接触的时间线之前吧？杂鱼大哥哥偶尔也很厉害嘛。既然如此，夫妇就给你一点奖励。这算什么奖励？长得跟个磨牙棒似的。就给你吧 ，PS2。6阶神器，自带功法需要。说，这都可以给我吗？不然呢？你觉得这儿还有谁适合这玩意儿？这2本功法的后续就留给露露和梦魇。至于小薇，邪灵一族专用的技能，应该就是给你了。这是太好了，以后就能双倍的服侍主人了。唉，都处理完了，该去拿一下进阶资格了。话说，为什么我进阶还得要资格啊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杂鱼哥哥没听过吗？进阶资格是通过副本《月轮之韵》的试炼，我记得要到灵光城先拿入场券才行。等等，灵光城，我想起来了，不就是无暇灵君捅自己老爹之前不光的那座城吗？听说枢密会这道指令是灵君点名让我做的，灵君也认可我了，必须好好加油才行。啊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。别吵，我在思考。那家伙怎么也在这？虽然头上的时机记不清了，但也得想办法提醒一下城里的人。喂，如果我改变了游戏内将要发生的事，会怎么样？伯父也不知道哦。总之，结果就请杂鱼哥哥自己承担吧。套不出一点有用的，算了，先去会会那个拉尔公爵。来人止步！公爵这几天不见客。我不是客人，我是来拿月轮之允的入场券的。入场券就是试炼许可，要不你帮我拿一下也行。也不准，再上前一步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混口饭吃，不为难你们，我自己去拿。大胆！我这枪里可是有龙息附魔，要是不想死，啊！这位大人，我是公爵府的头号管事，请问您可否报上名号？我叫江辰，没什么名号，来这儿就是来找公爵拿试炼许可。抱歉，今天府上有些麻烦事，公爵实在没有闲暇，还请大人下次再来。有多麻烦，带我去看看。感谢各位应邀来到这儿，无论能否治好我女儿，都有厚礼送上。如果有人能治好她，可以提任何一个要求，我老二愿意倾尽所有，哪怕身家性命也在所不辞。我这公爵女儿生了什么病，至于许下这么重的承诺？公爵，你认真的吗？西斯小姐，这可是失忆病，我知道，但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所以恳请各位出力帮帮我女儿。开什么玩笑，会传染的呀！拉尔公爵，我愿意试试。我将用仁慈的圣光为西斯小姐消除苦难。啊，修女士愿意出手就太好了。圣光拒绝了我的请求，为什么？再试一次。不行，圣光无论怎样都不回应我。我想起来了，无暇要屠城，就是因为城中有人中了失忆病。失忆病这种东西，在当时根本无解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城里都是活死人。无暇本来想救，
结果一顿操作屁用没有，最后无暇道心破碎，不成了事，再把不理解他的老爹捅。哎，中二病加抗压能力差的年轻人啊！对不起，公爵大人，或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给你女儿安眠，让她永离痛苦。你要了结西斯，我不允许，她还是人类，还是我女儿。但如果不处理，对公爵大人您的家庭还有城镇都很危险。费那么老大的劲儿，扔个暗影术不就得了？啊？什么？你是谁？不过也难怪，玩家进入神域幻境已经是邪能军团入侵之后了。经过几十年抵抗，魔法技艺发展了不少。爸爸，我怎么？女儿，我的女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搞定。不过这个时代好像也有些伟大的魔法师，像神明圣光的索尼娅，好像就开创了不少对抗邪能军团的法术。先生，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技法？我也想学，可以教教我吗？你啊，没可能了。这个是暗影术，你要想学，就得抛弃从小学到大的圣光。抛弃圣光？如果是为了救人，我愿意。对吧？你也不愿意吧？啊，等等，你说你愿意？对，我愿意。为了救更多人，对抗疫病，本人修索尼娅愿意学先生说的暗影术。啊，原来他就是索尼娅。几十年后，响彻整个大陆的至圣先师，圣光的索尼娅要跟我学暗影术。江大师，秘境的许可已经在里面了，上面是公爵府的令牌。您在灵光城有任何需求，出示令牌就能解决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答应过，您可以提任何一个要求。要求啊？以后想到了，我再来找你吧。我走了啊。江大师，公爵府永远欠您一个人情。江大师，您为什么不愿意教我暗影术？难道因为我没有天赋？我愿意付出一切汗水和努力。我只是觉得你不一定非得走暗影的路子，钻研圣光，说不定也能找到破除失忆病的方法。但圣光没有回应我，如果遇到下一位病人，我还是会束手无策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信念不够？信念？谢谢您，江大师。虽然您没有投身圣光，却比我看得更清楚。我有罪，我向您忏悔。或许圣光只有净化失忆病的方法，但我却因为自己的无能，就产生了动摇。知道就好。那你赶紧回去吧。江大师，我会努力的，期待再次受到您的指点。哇，不是我不愿意教，可让光之圣女变成暗影忍者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不是妥妥的恶堕吗？又要交租？上个月不是交过了吗？上个月交的是这3个月的，现在交的是明年的。有什么问题，交不出就给我滚！我们小本生意哪有这么多钱呢？臭大叔，你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？哪儿来的小鬼？给我滚一边去！疼！敢在灵光城对我动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公爵府的人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臭大叔，阿姨，我要团子。好，要酱油抹茶还是烧烤啊？要酱油抹茶和烧烤。你也跟一路了，出来吧。他是怎么发现的？明明我伪装的这么天衣无缝。妈妈，有怪人！嘘，快走！明君的指示果然没错，灵光城出现了失忆病，放置不管将会造成大祸。除了公爵女儿，更严重的是郊外水源。既然你有能力解决，就陪我一起去看看吧。不要，我对你们帝国政事没兴趣，什么灵君也和我没关系。什么？帮那种中二病做事，想想就受累不讨好。团子，那是我的团子。大哥哥，妈妈说这些请你们吃。刚才谢谢大人了，小迪过来。唉，受污染的水源在哪儿？我就知道。能解决吗？
安静看着。哇，真的进化了！随便感知一下，灵光城附近就有这样的水口数十个，光净化这一个就耗费了我所有人力。看来还得另想办法。你转过身去。还有什么不能暴露的秘密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水口要放水，我也要啊。扰乱治安环境，你去动手工去！有杀气，到你了！糟了，灵气已经耗尽，没法用瞬移了，这个距离躲不开。去死！念力最大。呀！喂，能不能先把我放出来？哼，在本治安官面前行凶，该对你进行怎样的拷问呢？这家伙，成心的还在报复。我是治安官怀恩，你现在束手就擒，就可以进我的奖励拷问室。啊！呀，目标不是你，让开！还能动弹？我果然还是太仁慈了。念力全覆盖。呀，你的能力只有在发动区域附近有效吧？最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及时撤出你的发动区域，就不会受到影响。恰好作为杀手，速度这块我可是有绝对自信。治安官麦特怀恩从不以肉身惩戒犯人，是为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擅长吗？挣脱不开。恰恰相反，因为我害怕用最擅长的肉搏轻易就解决了犯人，那还有什么惩戒的意义？扔的方向正好，我先把他拿下。糟了！那是福福的。不吃怎么补充体力啊？这个讲究人，临死还吃顿饱饭。最后一个就留给你吧，念力最大。以为这样就能得救吗？我只要一瞬间。让你不交闪，大意了吧？念力竟然能做到那种效果，这是什么？夫妇，你看有用吗？这种杂鱼身上的杂鱼物件能有什么好的？给我看看，果然没错，这是无暇领军的亲卫令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难道是杀了亲卫抢来的？分明这个人就是无暇派来杀我的亲卫吧？